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这次我们要谈的是中野信子写的《科学揭示幸运的人》一书。在这本书里，他不仅科学地剖析了看似难以捉摸的运气，还详细解释了如何变成那些幸运之人的方法。那么，按照我们一贯的风格，让我先来给出这个视频的结论吧。幸运是公平地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，而我们是主动参与其中的。是否幸运，取决于我们是否是那种能够抓住幸运的人。在这个视频里，我们将详细解释如何成为能够抓住幸运的人的具体方法，包含以下内容：一、中野先生的主张，这是基于科学证据的观点；二、成为幸运人的3种方法。我们将按照这个顺序逐一解释。首先，中野先生认为幸运是公平降临在我们身上的，而是否幸运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抓住眼前的幸运。运气并不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，而是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并改变的东西。关于运气，通过科学的方法探讨以后，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必要的元素，以便能更好地抓住幸运。为了抓住那份幸运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？首先是尝试的次数要多，其次是要能够察觉到机会，这包括能够迅速抓住机会的能力等。对于运气这个东西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自己无法掌控的，而是通过科学的方法。是否幸运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抓住眼前的机会。那些幸运的人通常是勇于尝试、能够察觉机会并敢于抓住机会的人。一个人是否幸运，是由他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所决定的。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，他提出了一种将运气视为可以争取的东西，而不是遥不可及、无法掌控的。让我们看看如何成为一个幸运的人的3种方法。首先，第一种方法是要爱惜自己。那些爱惜自己的人通常是幸运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爱惜自己的人往往也会受到他人的爱护。运气的好坏与他人和睦相处，以及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密切相关。为什么良好的人际关系很重要呢？因为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机会。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竞争中，或许正隐藏着无数珍贵的机会。合作还可以带来共同进步。再深入一些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还可以激活大脑。具体来说，轻松的运动、晒日光浴、与朋友畅快的交流等，都可以促使脑内释放血清素、催产素、多巴胺和内啡肽等脑内物质。首先是血清素，又称为快乐激素，通过轻松的运动、听音乐、日光浴以及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方式，在大脑中释放，有助于稳定心理状态，提供动力和活力，使头脑清晰，解除压力等效果。接下来是催产素，又称为爱情激素，通过人与人或与动物的亲密接触、触摸等触发在大脑中释放。催产素具有提升脑功能、减轻压力、抑制过度食欲等效果。多巴胺，又称为动力激素，当实现目标或为实现目标而努力时，与竞争对手竞争时等情境下分泌的，给予我们巨大的动力和活力。然后是内啡肽，又称为大脑内麻醉剂，当进行剧烈运动、身心放松、感受愉悦时分泌的。具体来说，通过香气或聆听古典音乐让心情放松，进行性行为或享用美食时，都会在大脑中释放内啡肽。当内啡肽释放时，我们会感到幸福和快乐，有助于解除压力、修复身体和提升脑功能等效果。血清素、催产素、多巴胺和内啡肽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各种有益的效果，包括提升大脑功能和稳定心理等。而这4种脑内物质在人际关系良好的情况下会更多的释放，这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。回顾一下，幸运的人通常是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人，因为幸运往往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递。这种状态使我们能够察觉幸运、迎接挑战，并保持充沛的活力。而要拥有良好人际关系，重要的是要学会爱惜自己。
这样做，周围的人也会更加珍惜你。顺便提一下，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破窗理论。如果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破损不修，那么在该区域发生犯罪率的可能性会增加。破窗理论的一个简单而熟悉的例子是，当有人随意乱丢垃圾时，更容易导致更多的垃圾乱丢。被粗心对待的东西更容易被粗鲁对待，而受到重视的东西则更容易继续受到重视。这体现了人类心理的一种特点。而破窗理论在人际关系中同样存在。如果你对自己不够重视，周围的人也会对你不够重视。如果你对自己珍惜有加，周围的人也更容易珍惜你。对待自己要珍视的具体方式包括喜欢自己、拥有自信、关注健康等。通过这些方式，你可以更容易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提高运气的。第二种方法是，相信自己是幸运的。因为自认为是幸运的人和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人，在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和应对方法是不同的。例如，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人在面对困难和失败时，往往会把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；而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，则会将失败和困难看作是自己做法不对或努力不足的原因。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，更容易找到改善和努力的空间。这种思考方式在面对困难时的处理方法有着很大的影响，而这种方法的差异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会积累成显著的结果差异。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更容易成长，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抓住眼前的幸运，形成一种更容易获得好运的思维模式，提高运气的。第三种方法是追求与他人的共生。共生是指与他人和谐相处，共同生活、合作等。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，通过形成社会并相互合作，人类一直以来都通过合作繁荣发展。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大脑内的血清素、催产素、多巴胺和内啡肽等脑内物质得以发挥其作用。追求与他人的共生的人更容易成为幸运的人。最后总结一下内容：一、中野先生的观点，好运是公平的。我们是否幸运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抓住眼前降临的幸运，而幸运的人是那些勇于尝试、能够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的人。运气的好坏取决于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模式。二、提高运气的3种方法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介绍了自己善待自己、相信自己是幸运的、追求与他人的共生这3种方法。这本书通过对看似无法改变的事物进行科学探讨，提出了非常有用的观点，是一本有趣且有意义的书籍。即使对看似自己无法改变的事物，通过发现和改变自己能够控制的部分，来改变局面，这样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您对运气有了一些新的看法，或者有助于改善您的生活，我们将不胜荣幸。希望本视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您的人生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